送我们美丽的菊花。这都是了解我们的观众。我看看这菊花上别着个哨嘛。梢上还俩馒头呢。哎，要没听过前两段，谁知道是什么呀？由此可见，观众对我们实在是太爱了啊！是，送礼都送到心腹里面。谢谢吧，今天来这么些位，这么热的天儿，花这么些钱坐这儿听我们这儿瞎说，我们得对得起您各位。是，当然也有人今天晚上没来啊，没来的后果自负。哦，有什么后果呀？后果很严重啊！什么后果？省不少钱。嗨，就是省钱呢。不来了，我会记住你们的啊！哦，别让我在街上碰见你们。好家伙，听相声多好啊，多快乐呀！真高兴。天底下还有比这个好玩的事儿吗？是，我跟您说，我都愿意坐底下听去。你我们这行为什么我好喜欢相声？哎呀，干别的干不了，就是因为这个太快乐了。这酷爱你包括于老师也是啊，心里有什么烦心事儿一说相声全忘了。那倒是真的啊，你看，举个例子啊，于老师，这人吃五谷杂粮，人非圣贤，这谁都有个生老病死啊，心里难过了，不舒服，这都有可能啊。那倒是，是不是啊？比如说于老师，外地演出回家，到家门口一看，哎呀，大喜事儿！什么事？房塌了。哎，我们房塌了算喜事儿啊？就是万幸自个儿在外地没赶回来呀。啊，没砸着，在家呢，非死不可。哦，必死不可。哎呦，死了，然后一瞧，房没了。防盗门还站着呢。光剩一门了。于老师掏钥匙啊，这我还开什么门呢？那干嘛？确实塌了，这不是废话吗？我用这么验证吗？哎，喘了口气儿，坐下吧。坐哪儿啊？门口找一台阶坐下。哦，点根烟，还抽烟呢。这自己就抽了2手烟了。哎，对，我得说相声。哦，还有场，烟头扔了，站起来上德云社说相声。哦，家里这茬儿忘了。我这心也太宽了吧！我这么大事儿一说相声都忘了。关键到后台有我们这些人啊，劝你。哦，你们能劝我？咱们是好朋友，那倒是好哥们儿。朋友，生活中经常这有人说了，我可以没有亲戚，我不能没有朋友。还真这样，多个朋友多条路，多个冤家多堵墙，这都是老话。什么叫朋友？这俩字儿怎么来的？您能解释吗？上古的时候人们那会儿不花钱，也没有什么铜币啊、纸币，那是后来的事情。当时呢，就拿贝壳当钱。我拿贝壳流通，因为上古的时候，人们一般都生活在黄河流域，想见海里的贝壳不容易，所以觉得贝壳很珍贵，就拿那个当钱来买东西。画贝壳，打个眼儿，拿绳子一穿，5个贝壳穿好了，就这一串叫一计，2计叫一朋。家里来了哥们儿了，这是我的友人，哟，咱俩得出去吃饭去，是请友人吃饭。抓起2串贝壳来，这叫一朋。能担起这一朋的友人是我的哥们儿。所以说这叫朋友。听相声长知识吧？你瞧，这是这个出处。朋字儿是2个月，2个月亮都能到一起，说明了物以类聚，兴趣相投。这是朋的含义。友代表的是互相帮助、互相支持，叫友。您可记住了。朋包括了友，友并不包括朋。这个朋友它分多少种？是吗？酒肉朋友不也是朋友吗？那也得算呢，对不对？吃饭喝酒有，他一沾事扭头跑了也有酒肉的。交朋友不交这样的朋友，对，各种朋友。你看，比如说，咱们有那叫盟友，有这么说的。哎呀，张三李四啊，我跟谦儿哥，我们是盟友，结盟拜把兄弟。对这是谦儿哥，我们俩好，他是我大哥。为什么我跟他拜把子呢？为什么呢？嫂子好看啊！什么目的呀？您这是？不是，就是嫂子大气，那也不像话呀。自从见着他媳妇儿，我就想，这个朋友我交定了。目的太不纯了，您这叫盟友。有一种挚友，挚友就是2个人的交情到一定程度了真挚的友谊。说明这个关系。你看，笔友洪大兴交了一个顺义的寡妇。我就找一寡妇，还得到顺义找去。你天天写信，互相的
你一封我一封，俩人交朋友。哦，这叫笔友，还见不着面。哎，现在网友啊，对，有网友。交什么？交一网友。对对对，哎，互联网上认识的朋友是。嫂夫人没事净画的挺俊巴，换换衣裳，见网友去喽。哎，这哪儿那么些网友啊？说这个意思。哎，驴友。什么叫驴友？背个登山包旅游的朋友们。哦，旅游结伴的。哎，咱们一块儿出去玩去。驴友，咱们这驴友。对。哎，驴肉友。什么叫驴肉友？就好吃火烧的那一帮。没听说过，好吃火烧交什么朋友？他们那是一波驴肉友。闺友。小女孩们在一起交的朋友。哦。叫闺友。哦，闺中蜜。哎，对，闺蜜那个。对对对。哎，闺友。基友。好集邮的这帮人在一块儿。幸亏我没问啊，你这玩意儿。你没问也有你。这，你就往下说。炮友。哎，好洗澡的。你们都快上台问来了吧？所以说这不一样，这是现在说的。过去来说，一说谁跟谁交朋友，这俩人除旧之交，贫贱之交，稳静之交，患难之交，对，非常非常的多，各种说法都不一样。就这个很复杂，交朋友是门学问。那您这刚才说这么些，您具体讲一讲。这具体这得说到什么时候？就举一个例子啊，举例子可以。比如说刚才我提的有一个稳静之交。哎，我听见这词儿了。稳是自刎的那个稳，哎呦，静是脖子啊，你可听明白？稳静不是作脖子啊。哎嗨，知道吗？不是说谦儿哥见了王寡妇，俩人回来脖子都死了。没听说。我这作人王寡妇干嘛呀？我就说这个意思，说这个意思啊，不是那个俩人作脖子那个稳静，是知道吗？这个说起来，这惊天动地，荡气回肠。那咱们听听，就得拿个人举例子啊，行吗？你看这玩意儿，不是我说拿个人，你别犹豫啊，我就不犹豫，您就说吧。举例子啊，于谦，也就是我了，哎，于老师，跟我的交情，还有您，稳静之交，咱们两个人，哥俩交情太好了。怎么个好法？过命。怎么叫过命啊？得从您开始说。那是于谦老师是一个了不起的人。怎么了？有雄心壮志。曾经说过这么句话，我说大丈夫生6尺躯，何不令其千古？什么意思？就是说老天爷生了我，养了我，有我这么一大个子，我不能平平淡淡的过一辈子。千古留名，这是雄心壮志啊！哎，好啊，您是这份真好。有一个愿望，对自己要成一个万元户。我这什么千古留名啊？我成一万元户，我就至于这样？你们一乐，我得批评你们。怎么了？这里边有时间的限制，有时代背景，不是说今天。今天但是我当万元户，大伙知道这人没起子。不是说现在，什么时候？去年也不怎么样，也不怎么样。这个反正这模糊一下时代背景吧。这很多年前，于谦说了，我要当一个万元户。这样的话我会非常的幸福。那倒是支持理解啊，每个人的愿望是不一样的，对吧？他很努力很努力，就想有一天我从万元户一点一点的熬，我会熬成世界上的大富商。我就这么熬，世界富商前10位得有我于谦，这可就不小了。把工作辞了，干嘛呀？每天在家等通知。我瞎了心了吧？我等通知能等来吗？这个工作都辞了啊，怎么还没人通知我是世界首富呢？哎呦，着急呀！这干着急，真着急呀！天天看着家里的镜子，镜子啊，镜子啊，我是不是世界上最厉害的人？镜子说话了，镜子哗啦碎了。这好嘛，镜子都快恨我了。干嘛？冲自己喊，坚强。这嗨。我给自个儿加油呢，努力呀！哪有平白无故的就成了事儿的人呢？对，那是得努力。首先充实自己。我要干嘛？看书。
哎，这是对的奔新华书店啊！一进门就看见了，看什么？特别推荐的一套丛书，什么呀75本一套，卖3000多块钱。这么贵的书？这套书叫寡妇门前是非多。寡妇门前的事儿就卖3000多块钱，于老师口水都下来了。我看着馋啊！我又到厕所了，这是3000多啊！来一套，真舍得花钱，充实自己。寡妇门前是非多，抱着这堆寡妇呀，这寡妇像话吗？这书就回家了啊！关上门，拉上帘儿，秘密的，心噔噔跳啊！看这书，撕开了包装，打开了塑料布，好好看，捧着看，怎么样？寡妇门前是非多，写什么事儿？这个内容太可爱了。什么内容？马铃薯的栽培。哎，这是寡妇门前是非多吗？这个网友写的，网友的网名叫寡妇门前是非多。这网友种马铃薯的，合着是？于老师眼泪都下来了。那是啊，上了当了。哎，白盼了。也别怨人家，怨我自己。就是我这样的僵尸都不吃啊。怎么呢？没脑子。哎嗨，真能想。哎呀，心里堵得慌啊。肚子胀啊。哦，3天5天一直这样。哦，害怕了。我得上医院查查去，检查身体，做个 B 超。哦，男孩女孩无所谓啊。啊，什么男孩女？我怀孕了是怎么着？肚子老这么胀，万一哪天生了也是事儿啊。生得下来吗？为什么肚子胀呢？啊，其实就是有气顶在这儿了，就是生了气了。到医院挂号。您这做 B 超，喝点水去吧。啊，是得喝水。常识啊，憋尿啊。买了1箱矿泉水。哎呦，坐在医院台阶呢，蹲，我还真听话，一瓶一瓶的喝。哦，这1箱全喝了，真能喝。哎，撑得很。还没到我啊，水是不是不够？啊，那有水管子拧开了。撅尾巴管，蹲喝。嗨，一回头怎么呢？我干嘛喝自来水啊？医院人家给准备茶水了。哦，那儿有水，一杯一杯的啊，一大托盘30来杯。这是像结石呢。结石，我那是水吗？那个刚喝完，护士过来了。啊，那尿样呢？我说什么来了？我给人尿都喝了是吗？于老师无所谓啊。哎，我幸亏没承认，我这个有多少喝多少。别跟人吹了。等着吧。那是得等着。嘴里边咸呢，还涩呢，拉不开栓呢，多新鲜呢。第4杯也不知是谁的啊，怎么那么甜呢？行了，我糖尿病。不用找大夫了，这个。不行，还得喝水，还喝呢。自来水拧开了，吨，冲冲那味儿。为了稀释一下，你就甭稀释了，人就没人样了。你都胀成这样，里边那儿喊于谦儿，终于到我了。这儿进来了。人家在那儿躺那儿，躺那儿做过 B 超都知道。对，躺那儿啊，人家拿一个手柄似的东西，对，在这摁。是 B 超，具体的你太科学的东西咱说不出来啊，咱知道是这个意思。对，那个您准备一下，肚子都得亮出来，一会儿给您抹点那个药什么的。哎，对，于老师这儿就准备，躺上去，大夫拿过来一回头，把裤衩穿上，光着了，我全脱了，跟人那儿，他以为就都得脱了呢。我没听说过，穿上，这是得跟我急，赶紧啊！对不起啊，穿上了。大夫说你人不听话呢，怎么不听话了？让你穿怎么还不穿呢？穿，我这钉子裤。哎嗨，钉子裤也得有块布啊，这玩意儿就2根绳子。哎，好嘛，把大夫气的啊，好，这丘皮钉这是，来吧，有一手柄啊，先往肚子上抹点那药膏似的啊，那是，大夫也恨他，一掉个哎，嚯，就这一摁他啊，滋，好家伙，都尿到对过墙上了啊，喝太多了，起来，去外边尿去，到厕所了，我这啊，这跟朋友有关系吗？这早晚会有的啊！您我就等这朋友呢，我也等这朋友呢。好嘛，你看又搅和又忘了不是啊？
他说了，大丈夫有6尺躯啊！哎，别从头说了，就是一摁给摁尿了啊，滋，墙上都是啊！哎呀，让大夫给轰出去了。啊，那是得轰出去，轰出去尿去吧。到中午人大夫休息了啊，你下午再来啊。下午还来余尿，余尿，谁知你叫什么？下午再来吧。那就不能这么叫啊！啊，于老师，看看表，好，已经12点了，那正吃饭，上厕所撒泡尿去吧。哟，哗，尿完了，看表，哟，12点40了。好家伙！啊，尿了40多分钟，这泡尿，尿完了出来吃饭吧。啊，门口找一地儿吃饭，等着等下午再重新来再验这个，还得验，来了还得再喝水啊，那重来呀，喝呗，嗯，又买箱矿泉水，都花矿泉水啊，真喝，喝完了水管子吨，这套程序啊，还是看这盘子，我也是记性好啊，还没人尿，没，我就等这尿呢，是怎么着？大夫说有点事儿，晚来会儿，您先出去溜一圈去吧。啊，出来吧。医院里遛弯儿，还没到我呀。啊，等着呗。顺着后门出去，医院后边有一条河。哦，整是中午站河边这儿，散散心。哦，啊，就觉着这肚子快憋不住了，胀。大夫怎么还不来啊？找地方尿。哎呀，哟，怎么了？有一姑娘啊，顺着河坡往河里走，哟，水都到了膝盖了，越走越深呢。这是要自杀。对呀，于老急了啊，这就噔几步就跑到河边啊，解裤子就尿，尿上了，没救人。这姑娘回头看了看他，上来了，自杀都嫌脏啊，人家。你往那里尿，人得呛死，你不明白吗？哎，不能死在尿里啊。那是啊。这个河沿这草地这儿，于老师跟这姑娘对面而坐。哦，姑娘看看他，你知道你是个人渣吗？嗨，死了头一句话说这个。于老师乐了。我看过一电影，叫什么？人渣树之恋。没听说过，那叫山楂树之恋。山楂树之恋。对了，姑娘，你个好死不如赖活着呀。对呀，这么大姑娘长这么漂亮，为什么要死呢？我问问她呗。姑娘眼泪下来了，有伤心事儿。我男朋友不要我了。哟，交往3年了。嗨，交往3年，你瞧，在一个屋子里边生活了3年。他不要我了。你瞧，他非问我是不是跟李先生好。哟，天地良心，人家姓王啊。什么呀？这你也知道哭啊？这个。但咱说句实话啊，孩子是赵大哥的。没，太乱了这个。于老师眼泪都下来了。我还哭呢。玉洁冰清啊！我怎么听出来的？我这是头一次见我面，这实话都跟我说了。这就玉洁冰清，这是没拿我当外人呐。啊，这就是我心目中的女神呐。我也没见过女神。这就是我心目中的白天鹅呀！嚯，姑娘贵姓？姓姚。哦，你好，姚姐。这好嘛，把实话说出来了。那个，我叫于谦，我很喜欢你。啊，我这个一直在寻找一个玉洁冰清的女孩。哦，我想跟你交往。不管怎么说，咱们也有一尿之情，是吧？这嗨，别提这个了。姑娘说：“哎，好吧，这难得有人喜欢我，我倒是愿意，但是我有条件。什么条件？跟我交往搞对象，你得听我的啊！要求有车有房，父母双亡。也太缺德了吧！这也。”谦儿点点头啊，车房都好解决。父母这个事儿，你给我一点时间。我的妈呀！干嘛？我要杀人去是怎么着？姑娘说：“那我不催你。1个月够吗？”这是不催吗？这个？哎，用不了。好家伙，时间还挺富裕。完事你不能连累我，你放心啊，我就说是我哥弄死的。哎呵，全家都卖出去了。太好了啊！太好了，天作之合啊！那是天作之合。姑娘说：“我现在什么都没有，我也没有钱，连住的地儿没。这好办？怎么办？我现在带你上银行去，取钱存到你的卡里，好吗？”嚯！领着这女孩上银行，有卡，带着存折呢。跟银行的工作人员对面而坐。存折一摔，啪！我的死期到了。哎，是死期到了。您这个，您说清楚了成不成啊？我存那死期到了，就是存款那死期存款到了，划到这个女孩的账上。哦，划吧，划完账了，
这工作人员无意中说：“说这女孩真漂亮。”你的女朋友很开心，是吗？那你能抱我一下吗？工作人员站起来，热烈拥抱你的女朋友。工作人员40分钟，他们俩，于老师感动了啊！大爱无疆啊！我这死期是到了，我这能看出大爱无疆来。之后啊，你们2个人就同居了。说同居就同居了。哎呀，一个很漂亮的小区。你住3号楼，他住4号楼，这是同居了吗？这个我们俩不在一个楼里，不在一个楼，他住那边，你住这边。你每天到吃饭的时候过来给人做饭。我该他的，我这做完饭回去想我父母的事怎么解决，这是大事儿，言而有信呐，我得做到啊。那是一晃半年就过去了。嚯，半年过去了啊！这天晚上，于老师躺着看电视，夜里12点半电视演《动物世界》，里边说了句话，交配的季节到了。于老师坐起来，对呀，我是有女朋友的人呐，我拿《动物世界》当毛片看了似的。我这时候才想起来，善良单纯，半年了同居，我这时候才想起来。半年了，我怎么才想起？哎呦，这男方得主动一点呢。那是啊，不能让女孩瞧不起我呀。哎呦，拿着钥匙他有女孩那房间钥匙那就是了嘛。去找你的姚姐，别提这名字了。来到这儿，拧开了门，进来一看，哇，怎么了？女孩跟一个小伙子正躺着呢。于老师愣了打扰了别客气了这俩人冲他乐。愚人节快乐！愚人节，于老师也开心我还跟人斗呢。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。哎，你先等会儿，这事儿没完呢，这事儿就带上门就回家睡觉去了。我就真回去了。事情也没完5个月之后，怎么样？有一天，你和这个女孩并肩走着，你站住了，我脸色不好看。怎么了？谁也别拿谁当傻子。你以为我缺心眼呢？还是嘛，人没有真傻的。这多新鲜！那天你说愚人节快乐，对，你们不应该呀。我对你这么好，你怎么能骗我呢？不说就是。那天是5月12号，那天不是愚人节呀！你死不死啊你？5个月之后才明白过来，还不傻？那天就不是愚人节路边有卖西瓜的，于老师一伸手把卖西瓜那刀抢过来了，啪，这横在自己脖子上。说那天到底是不是愚人节？要自杀，千钧一发，朋友来了，可等着朋友了。我打着过于谦叫我，你一回头这。这我没猜着，我以为我得死在那女的手里头呢，没想到死在您手里头了。我很难过。是你这是难过的样子吗？你的女朋友也很难过，是得难过呀，扎在我怀里哭得跟泪人似的呀。你们攥的好的吧？这是2个小时后，我实在累了才把她推开。好，你要不累还不推呢。作为朋友刎颈之交，我要办理你的丧事。那是一切处理完了，在你的坟前的碑上，我含着眼泪写了2个字。哪2个字？活该。我听着也是活该。刎颈之交就这么解释刎颈，开心死了吧？你怎么瞧出来的？满脸的幸福。对，我幸福就这模样。这叫刎颈之交。还有一种是忘年之交。这我听说过。忘年交，这俩人岁数不一样，但是合得来。好朋友，过命的交情，咱们没有年龄的限制。咱俩人怎么？比如说，我是一个就30来岁的小伙子，那我呢？你是一个70岁高龄的相声艺术家，年龄差这么大。哎呦，我还是相声艺术家，相声界的老前辈。嘿，德艺双馨艺术家吗？70岁了。每天下午3点，怎么样？你准时出现在北京宣武北纬路甲1号德云社斜对过那广场那儿，露天说相声。
我都艺术家了，我上那儿露天说相声去，你不在那儿没地儿说呀。我这什么艺术家这是？每天准点跟那儿说相声啊，观众喜欢你呀，爱戴我，你那大批的粉丝围着你呀，哦，把这6个人乐的呀，就6个人呐，我这艺术家就围6个人听相声。这里还有一个孕妇还没生呢啊，那也不多呀，实际是5个人。哎，这好，不占外边那名额，合着人跟那儿说，哎呦，姜慷慨哦，就专门说新相声啊，新相声，歌颂型、赞美型的相声。那好啊，哎，站在这儿，什么这个，夸新农村呐，哦，夸教授啊，哦夸学者，夸校长，都是你干的。我连校长都夸呀，嗯，哎呦，无限的赞美，嚯，观众都鼓掌。嗯，说着说着，来帮城管，摁那儿差点没打死你。这打人，打完之后，城管走了，你又站起来，歌颂城管。我浪的是怎么？打完我歌颂他去，打完以后你歌颂他，以后就不打你了。今天来先歌颂城管，不就不挨打了吗？啊，对，我也没想明白这事儿。对呀，啊，然后是赞美城管，哎呦，夸的都不行了。哦，观众大把的扔钱，是那钱扔地上，叮当当，零钱呢都是，就叮当的扔钱，也有扔整捆的。哦，5000万，哎呦，扔在那儿，有人就点火，这就烧啊。啊，冥币给我扔进来了，每张都有玉皇大帝啊，行着，就是烧的。给您扔吃的，面包，哦，哎，苹果，嚯，哎，烧饼那个盖儿啊，羊肉串上那块肥的，好，这喂狗熊呢是怎么着？还单捡那块肥的，给你，哎呦，高兴啊！我一定要好好说相声哦，我讲新相声进行到底啊！这是我对我的激励。那是，正说着呢，哦，人群外边进了一个了不起的人物，谁呀？一位老华侨。华侨就国外的待着的，对，一个赞比亚的老华侨。赞比亚的，嘿，赞比亚在哪儿？你赞比亚你都不知道啊？我不了解这地理。非洲的南边，非洲还得往南。哎，在非洲南边，赞比亚这个地儿出铜，哦，金银铜铁那个铜，那地儿出有矿产，哎，有咖啡园，啊，这咖啡，哎，当地还有那个最美的一道食品叫什么呀？叫恩西玛。什么叫恩西玛？就是白玉米碾碎了，加水熬成粥，棒子面粥嘛，这不是？你还恩西玛还？哎，你查查就叫恩西玛啊！人家老华侨请您上赞比亚哦，到那儿你可以戴着铜戒指啊，喝着恩西玛啊，没事再来杯咖啡。哎呀哈，我就甭涮了。你一歌颂那儿的城管什么的，就多快乐呀！我这有什么好啊？约您去哦，钱都好说哦，给钱。你一算到那儿去，就比在天桥那儿合适多了。那我就不挨打了。守着德云社，这早晚也是别扭死啊！啊，是吧？去吧啊，那得去呀。但是有累赘，怎么呢？今天刚要结婚。我70多了，刚要结婚。对，其实就是今天晚上就要结婚。谁呀？坦桑尼亚来一公主。您瞧这俩地方都够偏的啊！坦桑尼亚在哪儿？坦桑就挨着赞比亚。那我结婚，我带他一块儿就回家了，多好！人家是从那儿私奔出来的，能回去吗？哦，还回不去。哎，坦桑尼亚公主阿依土鳖。好家伙，坦桑尼亚公主也叫阿依土鳖。对啊！全世界的公主都叫阿依土鳖。哎，好，这公主私奔出来了。对，这是亲王的女儿。嚯！哎，萨马兰不让骑的亲王。是不让骑干嘛呀？让骑不让骑？让亲王，咱不是叫什么啊？亲王的闺女哦，跑出来了，是美艳无双，就那么漂亮，好看呐！哎呀，20出头啊，不大，哭着喊着非要嫁给你，你也答应了，就今天晚上就入洞房结婚。那怎么着？今天下午你就得赞比亚，我就得走了。你就得走吧。那真走吗？那怎么办呢？啊，这会儿就看出我来了。您怎么了？咱们是哥们儿哦，我30来岁，是你70啊，你那媳妇20多是吧？啊，你想吧，是吧？所以说就我是得想想我忘年之交，跟我是忘年之交，跟你忘年交啊，那就去吧，事业别耽误了。是我给你买了一个韭菜色的大衣，芹菜色的帽子，吊金龟啊，又请你喝了碗王八汤，送你走。哎，我好不了了，我踏踏实实走，这媳妇儿我替你照顾着，你照顾着，送你到首都机场。哦，到那儿下雨起飞不了，最近净这事儿啊，送你上火车站吧。火车爆胎了，火车爆胎了，火车有胎吗？不管那个啊，没办法，送到六里桥。哎，坐长途车，你先奔山东章丘。我没听说过啊，我上赞比亚打章丘走啊。我们的目的是把你送出北京，至于从章丘怎么去赞比亚是你的事儿。你们太缺德了吧你们！
你高高兴兴啊，奔章丘就走了，就我那抱2捆葱走，我是那是你的事了啊。我把公主接到我家来。哦，哎，在我心里边就跟我的婶儿是一样的。那倒是啊70了啊。我们家2间屋，我睡这屋，公主睡那屋，分屋睡，吃喝穿戴有多少钱全给她花，你管？为什么呢？几年后你回来，我得对得起朋友啊。这叫朋友啊！半夜12点，我跟屋看电视啊，动物世界，交配的季节到了。或者毛片那么管用的感情？动物世界是动物世界吗？这个我都愣了啊！怎么电视台演这个节目呢？嗯，网上都看盘才有这个呢。就说是正看着呢，噔噔噔敲门，门口喊了 “hello”，公主，他来了，那来了不怕呀？啊，在我心里边就如同有太阳照着是一样的。就那么敞亮。打开门，他馋了，他这是。公主画的这漂亮，好看。灯下看美人，越看越精神。那倒是。你媳妇儿捯饬的描眉画鬓，红嘴唇。哦，穿着很简单的衣服，还简单的衣服，特别简单啊。就是咱甭说是什么样，就那样吧哈。上对面 ，hello， 哦，公主，什么事？我连说带比划啊。那就是我英语不行，他英语也不行，是吗 ？hello， 哎，俺睡不着觉，呵，好嘛，保定那边的呀，感情。聊会儿天儿吧。哦，进来，让进来了。他坐在那边，我坐在这儿。桌子上点一根蜡。还看着窗户外边的星星，挺温馨。他看着我，看着他，都挺高兴的。啊，公主，怎么着？那个半夜里睡不着觉。你给我唱个歌吧。你瞧，我哪会唱歌啊？那也得唱啊。公主说出来了是吧？没唱一《满江红》啊。这是他娘的什么玩意儿？你到底听得懂听不懂啊？你听点通俗的吧。啊，通俗的也行啊。听吗？好听，我还喜欢听，就爱听这个呀。爱听这个啊？哦，爱听。你好吧，上瘾了，就天天的给他唱这歌啊，没有别的，尽朋友之间的交情，这叫交情，那错不了。哎呀，5年后，哦，我们接到了河南洛阳发来了一封电报，写的什么？说你要回国了。我刚走到洛阳啊，我5年，我打章丘走到洛阳去。不是，你去了赞比亚了，那我干嘛落？回来之后飞机有问题，就落到河南了。我就落不到北京，合着啊，这很正常的事啊。接你吧，上河南。哎，接回来一瞧，5年了还很精神。那是，手上戴着大铜戒指，我真去了。哎，满嘴的牙咣里咣当。哎呦，这是没少喝那个恩西玛。哎呀哈，棒子面粥搅和的。接着家里来。哦，你坐的正座。啊，那是主人。我坐的下垂手。客人吗？这边坐着公主，您的太太，我媳妇儿。这边是你4岁的儿子。哦，你先等一会儿，你先等。我走5年，有一4岁的儿子。世界多奇妙！什么奇妙啊？你都没往心里去。我不在乎这个吗？出过国的人眼界开阔。哎呦，又何况你是喝过恩西玛的？哎，这嗨，棒子面都闹的。你打手上把这大铜戒指摘下来了。哦，啪，晃的戒指。戒指测谎，谁说谎，戒指就会响。那这对了，从我开始。嚯，我在赞比亚很幸福。怎么样？看着戒指，这就不对了，说瞎话了。那是公主啊，我特别的想你。这还是瞎话。孩子也说了，我是个乖宝宝。一句实话没有。该我说了啊，你说说，这孩子跟我没关系。怎么样？你看着戒指，炸了，去你他妈！后来呀，哎，行了行了，您这就别上下级的了。哎，我爱跟于老师说点于家的家不长理不短。哎，这也不是真事儿。但实话实说，有的时候好多人说你们在台上老提人家于老师合适吗？说句良心话，你说别人更不合适。哦，就说我还合适点儿是吗？不是，你这实话实说啊。人呐，这都是有毛病，哪有圣人去？我们后台有高峰，就是刚才你学电台那个，对，唱法国梆子那个，我要说他就不合适了。说他，因为你要说他，就得带上孙胖子。怎么呢？孙胖子大伙儿都知道，孙越就是跟于老师换那哨那人啊。别提这个，当真事儿这么说呢。你看今天这场演出，有高峰了，就不能安排孙胖子。
这俩人不能同时出现。为什么？要不说这你干点事儿难就难在这儿。怎么回事？不光是你别管这，不光是别艺术还就不还有这人际关系。不是说到这儿了，怎么他们俩就不能同台呢？嗨，啊，现在你说这也没意思，事儿都过去。别这说了就爱听这个。高峰啊，你蔫人出豹子，怎么着？这是我说原来的事儿啊，啊，可不是现在。你们也别出去给人学去，不合适。这不会的，你说。真的啊。啊，高峰当初啊，嗯，跟孙越的那个媳妇儿啊，哦，哎，这个别的，你这还不用看的，不就管那个呢？你这怎么回事？你说说，你这不合适。这就老说半句话，这一家女百家求啊，一天没结婚，跟张三也行，跟李四也行，那没错，这是实话吧？这正常。就说，我这么大岁数，我这您俩别吞吞吐吐的，没意思啊！您就说，你瞧，咱这大伙儿都听着呢，是不是？您这好吧，你都跟我一个心态，对吧？既然你们这么喜欢听一些个人文类的新闻，是吧？这是人文类的吗？高峰啊当初啊，跟孙越的那个媳妇儿啊，两个人关系很好，好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超过了孙越跟他媳妇儿的好法。哎呦，那会儿不是媳妇儿，是女朋友同居啊，所以这个我觉着高峰也有道理。好你也没结婚呢，高峰也没结婚，对，是不是？啊就这样。但是那会儿来说，其实高峰也有不合适的地儿。德云社后台墙上贴着演出那安排表啊，每月几号谁上哪儿，几号谁上哪儿。我们都这么写。高峰是最爱看这个表的，看他干嘛呀？记下来。记他有什么用？孙越下礼拜，比如说山东了，记那个日子。孙越走了，他上孙越家里去。这前脚走，这后脚就进门啊！嘿，你这玩意儿多这玩意儿，你说咱管不了。那是啊，人家没法说呀。啊，这玩意儿没法弄。好，那回是哪儿啊？啊，孙越是上河南，是上哪儿？我忘了。你这都不重要，你说事儿。哎，你人性可够次的。就是捡内容说，干货。就是啊。孙胖子出门，我忘了上哪儿，应该是一周，可能是1个礼拜。单位安排去吧，演出去吧。他走了。高峰看完了乐了，1个礼拜，去吧。胖子前脚走，后脚他去了。这很严谨，那是。到家去，孙越那女朋友，当时叫女朋友，又来了，快进来吧。是，挺高兴。聊天说话，天也黑了。高峰，洗个澡去吧。高老师那样你们也知道哈，脱衣裳洗澡，刚洗完了这儿出来，拿着浴巾正擦呢。孙胖子回来了。这怎么回来了？你看这个玩意儿，记错日子，差一天。你瞧这事儿闹的。到车站一看不对，又回来了。啪啪啪一砸门。都傻了。那是。高峰也傻了。怎么胖子回来了？媳妇说：“我哪知道？你这站着别动啊，别动啊，不动。”高峰给挤在墙角那儿站着。这媳妇拿了一大盒痱子粉。让高峰弄一身呐，白了。哎，弄一身，摘一灯罩给扣脑袋上了。高老师一身白面顶着一灯罩。你瞧，跟墙角那站着。胖子回来了怎么那么半天开门呢？嗨，没听见，那么回来了，记错了，明天行了，这说话就晚上7、8点钟了，也不早了。哎，胖子，什么呀？那是那个还有就买一灯，这网上订的，刚送我看还行。胖子没说别的。俩人炒菜吧，炒菜焖米饭，吃饭，食弄完了刷。洗澡吃点水果，看看电视，就夜里12点多了。哎呦又说会儿话，1点半俩人躺下睡觉了。2点半，这媳妇儿睡着了，孙胖子起来了，奔厨房把菜刀拿出来，开冰箱拿火腿肠，烫，切3片拿一面包夹好了，拿着面包夹火腿，就奔这台灯就来了。吃吧，说点什么好？我理解你，拿着吧。看出来了，在于谦家差点没饿死我。哎，谢谢啊！来就来吧，还花钱，真是的啊！哟，这边还有呢于老师，我接这女的，接男的。
你说你们来就来，还买东西，这让其他没有花钱的观众怎么办？嗨，大年初六，没出正月都在年里边，是，给大伙儿拜个晚年，哎，希望各位晚年幸福。这叫什么话呢？都认识我们啊，我叫郭德纲，无所谓了啊。哎，到我这儿怎么就无所谓了呢？于谦老师，哎，你别老是，这是我最好的朋友，那倒是不错，心里有什么别扭话没地儿说去，就是跟您念叨。应该聊一聊。好哥们儿，好交情，是，人生难得一知己。您拿我当鸡了，啊？老话嘛，咱们是知己朋友嘛。这没听说有知己朋友，那叫知己。知己朋友。对，我们打小一块儿长起来的。是北京话，我们俩是马小麻辣小龙虾呀，咱俩是，就这么大起来的叫什么？那叫发小。我们俩是发小。对了，他是法国人的小孩儿。谁呀？我是法国人。哎，去，老占便宜。这么多年来，一晃有10几年了，在一块儿。风里来雨里去。个中的甘苦，只有我自己知道。是，谦儿哥45岁了。对，你绝对想不到啊！5年前，这是一个只有40岁的人。这不是废话吗？这不是啊！你折腾我岁数干嘛？日月穿梭催人老啊！真快，一晃咱们都这个岁数了。最对不起的就是您。怎么呢？老跟着我呀，这东奔西杀，南征北战，嗨，不容易。哎，应该的，无以为报。您瞧瞧，你就盼着吧。盼着什么呀？等我什么时候要当了皇上，我封你当太子。我盼来盼去，盼来一儿子，你知道吗？便宜在后头呢。有什么便宜啊？我要当皇上，你是太子啊！好东西都是你的。是啊，来一大包袱皮儿，嚯，全装在里边。乾清宫正大光明那个匾后头，那藏东西的，一塞，你就等着我驾崩就得了。我就等着您死。一眨眼，我活到150来岁，死了。嚯，这且眨眼呢，这个那是。我这一死，太监赶紧给你送信儿去。我是太子吗？得跟殿下说呀。是啊，大总管出来，殿下正在马路边修自行车呢。殿下太子了，我修自行车去，就玩呗，是吧？我拿这挣钱啊。殿下，别弄了。是。殿下把改锥放下了啊！瞧我拿这玩意儿，怎么的了？父皇驾崩了。嚯，你这哭吧，还哭呢？哭完赶紧奔故宫拿东西去，排队买票。越说越不像话了啊！我都太子了，我进故宫还得买票。对，这不用排队了啊！这不用排队也不像话。你有月票。这还不如买票呢。到这儿哭我一包啊！奔乾清宫是，保安扶着梯子后头大包袱皮儿够下来。打开了都是你的。都什么呀？国库券呗。要那玩意儿干嘛呀？说这个意思。封太子是表达我内心的这种状态。得，那谢谢您吧。不能光封你啊，还封谁呀？封你父亲。4阿哥。他是4阿哥。封你儿子5阿哥。这我们爷仨拉平了，您听见了？封你母亲圣母皇太后，太往后，还往后，一直往后。出去了呢，从后门就出去了。他封你姐姐是个嬷嬷。封你妹妹是个饽饽。嚯！封你哥哥韭菜盒子。封你大爷是个窝头。他怎么是窝头呢？眼儿大。这去你的！别提这。封你媳妇压寨夫人。又来了，皇宫里出来压寨夫人了吗？这不像话啊！你媳妇儿怎么能给我压寨呢？就说是送到雍和宫跟喇嘛做游戏。好嘛，还不如压寨呢。去玩耍啊！别玩耍了，封娘娘也得封你啊！我当娘娘，你当娘娘，咱俩人自己多好啊，是吧？我能当什么娘娘啊？我封你个嫔妃吧。我还嫔妃？你看《甄嬛传》都看过吧？清嫔、婉嫔。我是什么？你是我的尿嫔。我净在厕所待着了，这个一辈子干不了别的了。多好，这一宿滴滴答答功啊！太贫了，这也。玩笑说玩笑，是因为谦儿哥在我心中重如泰山。老说我呢，要不整个中国相声界念书最多的就是于老师，那是有点学问。别的人到后台玩个游戏呀，聊个天喝个茶呀，是谦儿哥坐在后台必须要看书。我喜欢学习。
单有一张桌子啊，摆着书，哦，旁边是字典，嗯，在旁边是怎样查字典，嗨，我连字典都看不懂，我就别看书了，我3本一块儿看啊，哎，为了看书把街舞都练出来了。呵好，我这通倒腾劲儿的当年我们就爱看，啊，爱看于老师写的东西。我经常写点小文章。他也没出版，想看他的文字到哪儿呢？有地方吗？我上过您的嫖课，哦，新浪嫖课。您行，等一会儿吧。您还上过我的嫖课呢？是的，那咱俩得另干姐们了吧？啊，你说话很肮脏啊！废话，那不叫您说的那个，啊，那叫博客，新浪博客哦，博客是吧？啊，因为我看好多人都点你啊，大伙儿都点。怎么那么难受啊？这词儿啊？什么叫都点我呀？那叫那点击。我就没敢说出来。哎，这嗨，咱知道合适不合适呢？什么合适不合适？谢谢您的坦诚。这，您理解错了。你老这么耿直，你们家人知道吗？哎呀，提这干嘛？理解错了。点有这么一词儿，点击率怎么还绿？您跟你说不清楚了。反正那会儿老上博客看您写的东西，有到后来博客玩的少了啊，玩微博。这个便捷呀。德云社第一个玩微博的就是于老师。我早。哎呦，坐在后台刷屏啊！我说这有什么意思？你瞧多好玩哦，自媒体没错，跟着玩。一进后台，于老师放着一盒烟，哦，眨眼的功夫丢了。哟，哪儿去了？不知道哪个孩子开玩笑拿走了。他们好跟我斗。谦儿哥不生气，那生气，拿手机发微博，这也发。我不说不代表我不知道。啊，我点给他们。5分钟啊，他媳妇儿来一短信，写的什么呀？对不起。这玩意儿破大案了，这个什么事儿就对不起呀？对不起，给你装烟卷装少了。嗨，这就不至于发微博了。大伙儿别往歪处想啊，这是正经的大户人家，也谈不到。门风最要紧。那倒是，他可不是汉族人，哦，您知道，满族。对了，八旗贵胄，对，贵胄可谈不到。真的，实话实说，在旗，他满族姓，他姓叶赫那拉。嗯，以前跟西太后是一支儿的。嗯，皇上是爱新觉罗，对，他们家是叶赫那拉。嗨，宣统退位，取消帝制，嗯，姓爱新觉罗的都改了汉姓了。哦，改姓金。对了，北京城就是这样的。嗯，您一说姓什么姓金，满族可能就是爱新觉罗。有这多，他们也改了，我们也改，爱新觉罗都改了，叶赫那拉也得改啊。我们叫什么呀？叶赫那拉摘一个字儿，姓拉，拉家。嗨，还老拉家，你知道？还有宅子呢？还有吗？前门外前门大街，皮条胡同是他们家的。皮条胡同，拉家，拉皮条那家儿搁着，我这才听明白了这个。反正是个大户人家，那能不大吗？否则话，您在后台不能这么有声望。我还有什么声望啊？真的啊，这来100个说相声的啊，你拿眼一看就知道，这个是于谦。这怎么能瞧出来？出类拔萃，带出来了吗？人中的龙凤一般呢。这真捧我。举个例子啊，夏天，6月3伏，这说相声到一块儿，来个背心、大裤衩，穿一拖鞋，那凉快呀。拿一大半缸子跟这喝高碎，嗨，说相声。在这里边特别扎眼。有一个人穿衬衣，这位是于谦。对了，我这人严谨。6月3伏，热也得穿好了。那是职工之令，规规矩矩。6月3伏，30、40度啊。于老师上身也来一衬衣。哎，小领的衬衣，袖扣这都系得倍儿严实。上身穿衬衣，对了。下身呢？丁字裤。哎，我怎么就下边这么热呀？勒得都喘不上气来。呵，还提高了这个。做大了。行了，丁字裤还能喘不上气儿来啊？夏天丁字裤啊，冬天是丁字棉裤。哎，我把丁字裤都续上棉花了，你这多细致啊！我这要去趟东北啊，雕钉。哎，这嗨，行了，
操，还雕钉，这也费不了多少皮子。这个，你这勒上多解刺呀！嗨，那是净剩点这个了。大户人家比不了，也没什么你还没什么呀？啊，我们跟您没法比。怎么不能比呀？举个例子来说，吃奶，于老师吃的比一般人时间都长。我断奶是晚一点。普通人家给孩子吃奶，有半岁就断了，1岁就掐奶的也有，这就算长的了。说到农村2、3岁还有啊，哎，但是您跟我们不一样，我吃的几岁？刚才，哎啊，我要不上台还作呢是吗？啊，皮儿的，说他干嘛呀？皮儿的，这事儿就是，关键跟他母亲有关系。怎么呢？那会儿老太太就说了啊，我不管别人，我们老拉家啊，别提老拉家了，就说老于家。老于家啊，这孩子们得疼他啊，一定给孩子吃奶。母乳对身体是最好的了，增强抵抗力。别人几号我不管。您让各位瞧瞧啊，这有这么一上一下长着的吗？这个，翻过来，那不还一上一下吗？脸，咱就不用比划了，行吗？您得原谅，年轻没见过。哎，这什么？哎，老太太那会儿啊，给孩子喂奶。哦，哎，喂奶，哎呦，喂奶，哎呦，哎，这2排呀！您拿我当猪崽儿了，那是。一直吃奶啊，吃到上小学。我上小学还没断呢。我们俩同班啊。哦，上小学，他2年级，他转到我们班来了。啊，他从那个智障3小那儿过来。哎，您瞧我来这地方啊，到我们班，我们俩同桌，嚯，我坐这儿，他坐那儿，挨着。全班最后一排单有一个凳子，干嘛用啊？他母亲。啊，因为什么呢？我们吃饭我们都带着饭盒，他带着他妈来呀。还没断呢。老太太坐在最后一排啊，中午12点铃儿一打铃，我们都把饭盒拿出来了。哦，吃饭。教室最后一排他妈过来了。哎呦，多豪爽的人，全脱了啊！我没听说光着膀子喂奶的。吃饭。嚯，我爸爸来的这是。于老师这才吃饭啊。班长，尝尝吗？啊。王老师来点稀的吗？别让了。校长，别嚷了，我太客气了，我也。我们全学校教职员工啊，都是他母亲给我们喂大的。哎，好嘛，全吃到了。这是那会儿，后来大了自个儿吃东西了啊。哎，当然这可是个吃过见过的人，讲究。哦，说今天喝点什么鸡汤啊，买只老母鸡来，一定自己下手，在鸡胸脯这儿有一人字骨，就那叉子那块，拿手一摁。这干嘛？如果觉得摁得动，可以，这是1年之内的雏鸡。拿手一摁，说这硬了，这不能再吃了，肉就老了。过了1年了，肉发柴了。对，就这么讲究。吃牛肉，给我切黄瓜条这块儿。黄瓜条。哎，吃猪肉，要小里脊。小里脊，脊椎骨内侧有这么一条肉，那条肉是可以生吃的。嚯，他买肉卖肉都出头，哎呦，又来了，这碰着行家了。他懂啊啊，要这条啊，就拉这个，要5斤。嚯，这儿给他切完了，不够啊。那哪儿得了？对不起，于老师啊，打猪头上切一块啊，这送您不要钱，甭送我。怎么着？我不要脸啊，你才不要脸呢！我有跟人这么说话的吗？我猪脸那不要啊！你说清楚了。哎，我跟他出去吃饭，我有时候我都觉得你讲究的过分，是吗？啊，这儿坐着吃饭，人家老板上菜了。哦，于老师，这您点的？这是我点的撒尿牛丸是吧？啊，就有这个。这里都有什么呀？有牛肉，还有呢，虾肉。你这菜叫什么名字？撒尿牛丸。对，明白了吗？是，您稍等。我等什么呀？我等5分钟啊！老板端着这个，系着裤子就回来。哎，对，人说的是撒尿牛丸，没说老板撒尿牛丸，知道吗？吃的讲究，那讲究我们一块儿长起来的，别人不了解他，我太了解他了啊！上学宿舍我们俩一屋啊，那是晚上不睡觉听半导体。我喜欢听。现在小孩们弄 iPad 弄手机晚上睡觉啊，我们那会儿哪有啊？那早啊，半导体，半夜12点听评书。对，
拿着这你就搁枕头边就完了呗。啊，非得举着，弄一半导体，我干嘛还举着呀？老希望看出人来。哎，我也是瞎了心了。举着举着，胳膊酸了，掉下来了。哦，仗着聪明啊，怎么了？躲开了，闪身，啪！哦，半导体砸在枕头上了，没砸着脸，人掉到地上了。哎，我这闪身闪大了，这个差点没把我吓死。有你什么事啊？我睡他下铺啊，我从上铺掉下来的，合着还不如砸脸上呢。这个晚上不睡觉啊，早晨上课坐那儿冲盹儿。那可不困吗？我们那老师在黑板上写题啊，我挨着他坐着。哦，他这睁不开眼了。哎呦，好朋友，我能不劝他吗？你得叫我起来呀。老师那儿写着呢。啊，一会儿转身回来看你睡觉怎么办？是啊，我得喊他呀。给我个信号。哎，我都睡死过去了，这个很开心啊，开心。老师写完了，一回头，完事儿了。一黑板都写满了题啊，那可真不少。谁上来回答一下？该解题了。没有举手的是吗？怎么办呢？我可点了啊！嚯，点名啊！我冷汗都下来了。干嘛呀？点到我不会怎么办呢？你学习差。这会儿用你的时候到了。我会呀。于谦，哎，叫我别睡了，解题去。老师叫你去擦黑板。叫我擦黑板？快点啊！擦黑板去。哎呦，真下得去手啊！老师写了44分钟，我呢，他擦了1分钟。哎哈，一堂课过去了。啊，打铃下课了，该下了，把老师气坏了。那是，还没有办法惩罚你。怎么不能惩罚呀？这是上午的最后一节课，到中午了呢。打教室后边过来一位，我的午饭来了。行了，干嘛该吃了是怎么着？童年是非常快乐的。哎，对，那是你们非常快乐的。明天那个都得去啊，集体活动啊，烈士陵园。哦，有活动，咱们大伙儿穿着校服一块儿去，整齐划一，到那儿献个花环啊！集体活动，记着都穿校服。好，转天都去了，我们到那儿敬队礼，那活动呢？献花环。老师眼珠子都快瞪出火来了。因为什么呀？于谦，要我说话你没听见吗？怎么了？我让你穿校服，我穿了。谁让你披麻戴孝啊？哎，我穿一身校服出去的是吗？披麻戴孝，那是校服吗？自个儿还弄一幡儿。也呵，我这还发挥了是怎么着？我还弄一幡儿过去，把老师气的呀！啊，让你爸爸来一趟。哎，有爸爸我打幡儿干嘛呀？说的是那个，哪个呀？这叫请家长。哎呀，最厉害的就是这个，让你爸爸来一趟。哎呦，一句话说出来，我冷汗下来了。有你什么事？这有你什么事？我的活又来了。哎，好嘛，这自己找的。好朋友吗？啊，推开办公室。哦，老师您好，怎么样？我是于谦的父亲。哎好，真敢说。老师差点没气死。知道你拿我当缺心眼儿的，真是。你还是他爸爸，你不是他爷爷吗？哎去，你这没够了，您这占便宜。你为什么敢这样？因为我愿意去，是因为我对他们家了解。是啊，那会儿不是小孩吗？啊，老师一说家里如何如何，我能回答上来。哦，两家太熟了，是通家之好。尤其他们家这3个姐姐跟我也都不错。啊，对，我有姐姐，3个姐姐。当初北京城上学高材生，学习好，毕业之后呢留学了。哦，到东莞。哎，留学有留到东莞去的吗？后来就跟那儿就没回来啊。怎么呢？大姐开了个洗浴中心，啊，二姐开了个 KTV， 哦，三姐弄个美容美发，好像是。你瞧这仨买卖吧。挺好，挺好。当然了，不经常回来。那是在家呢，父母就跟他一块儿过日子。哦，他父亲特别可爱。老爷子有人见过哈，有意思。他爸爸个儿不是很高，留小平头。哦，哎，你就按你的，行，你就按你的形象说的我爸爸吧。他们跟我打招呼呢。跟谁打招呼？老爷子特别可爱啊。我有时爱跟老头聊天。哦，可要去10回啊，得有8回老头不在家。都干嘛去？出去遛弯去。
啊，活动上年纪人跟家待着没意思，是没事门口公共汽车站啊，坐汽车一转转一天。呵，老头真可爱，偷偷，尤其要是终点站，老头能美死。那就有座能坐会儿啊。哎，要是能坐在靠窗户那儿，他爸爸最高兴。要不过风嘛？哎，开窗户是吧？啊，旁边要再坐一女的，那活活没死干嘛有聊天的？啊，省得寂寞呀。哦，女的再抱一孩子，嗯，最好不过。老头都喜欢孩子，孩子别太大，多大合适？哺乳期的最好。干嘛非这岁数？老头这儿坐着，这儿来大姐抱一孩子，哦，半岁吧，啊，坐在这儿，你爸爸高兴。他馋了是怎么着？老流氓啊，这是。话这叫这干嘛这么乐呀？孩子可爱开心呢。哦，喜欢。孩子们坐车背不住就哭了，是啊，这一哭人家这，哟别哭别哭别哭，就哄呗。你这孩子一出来就哭，在家没事儿，老头很关心。是吗？饿了吧？哎，管着管不着啊你？给孩子喂奶吧。啊，快点吧。哎，哎，行了，你跟旁边美什么呀？那得喂啊。那是。这没办法，解这扣喂孩子。嗯，在家也不闹，你说出来就饿，快吃快吃快吃。嗯，他爸爸挺高兴。哦，嘿，哎，这孩子还真白。啊，是说孩子吗？这个。你有意思吗你啊？废话，老头干嘛呢？就是心地善良，这是善良吗？心地善良，有时候老劝他别出去了啊，那么大岁数了啊，就是跟家待会儿，不行，啊，非去。人老不服老，赛过老黄忠。哦，你别看我现在这状态，我嗯，大小伙子能干的事我都成。是啊。我抢个银行给你们看看，哎啊，这不是神经病吗？拿把菜刀哆了哆嗦奔银行了，哎呦，到那儿忘了干嘛来的了，啊，哆了哆嗦又出来了，嘿，好嘛，人保安给送家来，老头感动坏了，是吧？给人做个锦旗，人民卫士。这嗨，这不是浪的吗？这不是老头可爱，老小孩老小孩的嘛。啊，全最值得一提的就是谦儿哥的夫人，啊，我媳妇儿。哎呦，嫂夫人真好，于谦儿的媳妇儿，那是富贵人家的小姐，哎，谈不到，富贵人家是北京一个歌厅啊，她是那儿的小姐是吗？瞎说啊，别瞎说，富贵人家是个歌厅，歌厅旁边那大院儿，她是那儿长大的，你把它说明白了好不好？有身份啊，书香门第，宦官之后啊，宦官之后，那是太监，你知道吗？那叫什么？官宦之后官宦之后啊，他岳父是做官的，哎蒙古国的海军司令。哎，那地方有海吗？叫海军司令总统说了啊，多子找着了水，当时就上任。哎好，我说老头闲一辈子呢。哎，什么话呀啊？如花似玉的闺女嫁给你了，那是真好。啊，当然了，你有个小毛病，我觉得得改。什么毛病？挺疼媳妇儿，但是不能同着外人。怎么呢？一同外人，这大男子主义这状态就来了。嗨，这老爷们儿都有点儿来一帮朋友，我们上家去吃饭去了。啊。他媳妇儿不错，谦儿你抽根烟吧，哦，谦儿你喝水。多好啊！哎，来再给你，这滚！这不是混蛋吗？这不是？像个娘们儿似的。哎，废话，他就是娘们儿，知道吗？过来，媳妇儿，这又叫今儿来这100多人都是我们的朋友，嚯，跟大伙儿说说，说什么呀？同着大伙儿啊，啊，跟我结婚之前嗯，交往过多少个男朋友？这事儿也说说，啊，把我们大伙儿臊的呀，真是的。不想听，不，这坐着听，不是外人。哎呦，说，啊你疯了？说这个，说呀，啊，不白说，干嘛呀？说出一个来，嗯，我给你100块钱，嚯，还给钱把这媳妇儿气的， 100我差你这30-50万的。啊？嚯，好家伙，这得交多少男朋友啊？这个，那吃过见过。哎，这是你别提这个话虽如此啊，啊，同志人要这劲儿，背地里嗯疼媳妇儿疼得很过分。这我们感情好，当初还不挣钱呢，啊给媳妇儿就买了一辆桑塔纳。那也不算什么桑塔纳那会儿大伙儿还都蹬自行车拿月票坐公车呢。哦，早，啊，买一桑塔纳，嗯，这觉着不行，哦，又攒钱买了半辆奔驰。嗯，怎么还半辆奔驰啊？车祸呀，撞散了那个，那干嘛用啊？前半拉能用啊。啊，回来跟这一拼，
车头是奔驰，哦，车尾是桑塔纳，拿铁丝吊着一块儿。啊，他媳妇儿天天开着这辆奔桑啊，奔丧啊，出去就得出事儿。这个两口子这个好啊，那是，无论走到哪儿都手拉手。嗨你要说20出头、17、8、9，小姑娘、小小子情有可原啊，40来岁了，亲密无间，手拉手，还那么好，媳妇儿也大方，是吧？哎，我这牵着他出去耍猴去了，是怎么一进超市才撒手呢。的啊？去，干嘛？随便拿，瞧瞧，别让他们逮着啊！哎，这我带他偷东西去了，这是我最爱跟他媳妇儿聊天儿是吗？哎，有时候走到那个皮条胡同那儿啊，别提这皮条胡我一看墙上画一大白圈儿啊，写个拉字儿，哎，这都写拆字儿，没有写拉字儿。是按你们家那姓儿写的哈。好，还是拉皮条。这是谦儿哥家啊。嗯，一砸门，嫂子出来了。嗯，嫂子您好，啊，这多规矩，规规矩矩的。哎老嫂比母，小叔子是儿，这是老话，不能开玩笑。没错，嫂子您好，这就对了。嫂子大方。他说什么？死鬼，嗯，你个爱钱刀的，哦，小没良心的，嚯，你还知道来呀？哎呀，你怎么不露面儿的呢？嗯，对不起，我媳妇儿看得紧这嗨，没有这么对话的啊。嫂子，你挺好，挺好的。啊来呀，上家吃豆腐吧。啊，嗯，吃什么豆腐啊？他会炒菜，麻婆豆腐做的最好。哎，清楚了，炒菜做饭。哎呀，嫂子，您手艺真好，吃完了谢谢您。好吃啊，好吃啊，好。吃完了，啊，洗澡吧。这洗什么澡啊？啊，买的水果那个冬枣，洗点枣吃。咱能把它说清楚了不能啊？啊，你以为呢？我以为凑合吃点苹果就得了，你吃什么冬枣啊？这人脏心烂肺，你知道吗？废话，咱们不是那个人，知道是吗？当然了，我是最近去的少啊为什么呢？人家里边又弄着孩子，也不方便啊，是吧？你要干嘛呀？不方便孩子嘛，啊孩子小闹，都知道吧？啊？于谦的儿子。哎，好，好，谢谢啊，谢谢。这，谁跟你客气了？人大伙都喊于谦的儿子叫郭小宝。我儿子能叫郭小宝吗？列位看出咱的为人来了吧？怎么呢？做好事不留名，哎，这叫不留名啊！有个记号就得了啊。哪儿啊？我认为啊，有这儿子之后，对你的人生有了极大的改观。哎，那还真是这样。你想啊，你要说20出头有一孩子，他不往心里去，嗨，自个儿还没玩够呢，玩心大嘛，这个就土埋到眉毛的人了，是吧？啊，那就是死了，那活埋了。您这是倒着埋着嘛，脑袋冲这下，好嘛？拿大顶土宣哎嗨，那就是摔一跟头啊，就喜欢孩子啊。无论到哪儿去，谦儿哥头件事就是给儿子打电话，哦，说我们今天上天津演出，这才多近呢啊！头件事还想儿子，你猜猜爸爸是谁呀？也没有我这么缺心眼儿的。孩子很配合，他说什么？是爷爷吧？嗨，俩傻小子，开心呐！啊无论到哪儿去，头一件事打电话跟儿子聊天，得说话，一天3、2个钟头通一回话，就那么频繁，要不然就得死去。我就不行了哎。呦，受不得呀！那回在山东，嗯我们上济南去演出去，啊，到了酒店了，经纪人呐、什么助理啊、工作人员都出去了。啊，于老师把门一关，开始干最重要的事儿，打电话，不光打电话，还有什么？哎，上厕所的同时打电话，哦，那人有3级，哎，他得方便一下，对啊。但是这点就看出来，大户人家怎么？住平房住惯了，这有什么？马桶坐不惯，哦，家里都蹲便，哎，但是酒店哪有蹲便呢？是。都是马桶。于老师就得踩在马桶上头。哎呦嚯！我这幸亏练过杂技，哇，不容易，一不留神就摔着了。那是要功夫。那是，最早的时候就是，哎，蹲那儿，站稳了，踩在两边，跟那儿方便啊。方便完下来一看，啊，马桶里没东西，怎么会没东西？鞋大，都拉鞋里了，合着，这鞋也太大了，这个后来脱了鞋光脚踩，这更不那更滑了，滑呀啊！所以说就是每次都半天啊，踩好了，把这手机啊搁嘴里叼着，俩手找平衡，站住了，稳了，这才解裤子，哎，蹲下来，哦，这算踏实了。行了，哎，把这事儿忘了，这
手机掉马桶里边，那是，鹞子翻身就下来了啊！哎，够啊！伸手进马桶里边，抓着了吗？逮这手机去啊，真逮着了，这是功夫好，就在回水腕那儿。哦，掐住了，多悬呢！拿可拿不上来，怎么呢？那一共才多窄啊！啊，你这手要松着能上来下去啊，攥着手机多宽呢，上不来呀，卡那儿了，这可难受了啊！裤子吞到脚这儿，啊，半跪侧身撅在马桶边上，嚯，手在里边。你瞧我这姿势多难拿呀！20分钟，门开了啊，经纪人、助理、工作人员都进来了。他们怎么知道的？于老师啊，是您发短信让我们救您来吗？我还发短信，盲发。我这能耐太大了吧？我这儿撅着光着屁，我这手机还盲发。问题你还知道谁对谁？哎，这还带个小笑脸儿。哎，还笑脸呢我太浪了，我这啊，这帮人都来了啊！怎么了，于老师？您这是？我说这够手机出点小障碍啊。您手上来，废话啊，上来不白受这罪了吗？是吧？什么叫上来？这可怎么办呢？找酒店吧。干嘛呀？一打电话，酒店全惊动了。哎呦，著名演员于谦出这么一个状况啊！酒店的总经理、董事长啊，董事长助理哦，连那个外资那方的工作人员，哎呦，各楼层的负责人，关心所有的工作人员，餐饮的、大堂的啊，100多人啊，嚯，全上来了。这是看手机呢，是看我呢？这是，啊？助理说：“您看这事儿怎么解决？这没法解决啊，没法解决，你们上来干嘛来呀？啊，这都看够了吧？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，就为看我来的，合着打电话吧。啊，把派出所的叫来了。啊，那波人又来了啊，派出所所长、副所长、指导员啊，哎，所有人都来了。嚯，详细情况这怎么回事啊？记录一下。如何说完了？怎么办？这个我们得往上报啊。著名演员对吧？跟分局说了。哦，分局跟市局说了，是市局报省厅。哎呦，连专家组在上下500多人，他们没见过啊，那都来了，都排着队跟着。这帮人算过了瘾了。于谦是，可不是我吗？是于谦哈，哎，那个什么那个省厅的负责人啊，我这握手是握不了。对哈，你都很关心啊。想办法吧，是吧？早想啊！人家连刑侦队都来了啊，还照相呢。嚯，行，于老师乐一个，我还乐一个，我乐得出来吗？我那样乐一个，哎，啊，拍完了，那个来，怎么着？王所长跟照张相。哎去，别照相了，照相子完事了啊。后边刑侦队举着摄像机的来了。哦，还有视频，你这玩意儿。拍近的，哪就拍一近的，都拍完了，这个有点完，我们处理不了这个事儿啊。那是得给下波留着。哎，再见，走吧，都走了。说这怎么弄啊？啊，打电话叫大夫吧。哦，对，医务叫大夫吧，医务方面啊。对，简短截说，1000多人啊。嚯，连大夫在、护士在实习的都来了，那得看看，都得参观一下啊。都看吧，看完最后这有一老大夫。哦，老大夫说这其实简单有偏方，他有主意，截肢。哎，这截肢我用你来呀，打胳膊这儿切啊，切完赶紧派人上1楼那儿等着去。嘿好，那直接把手机等着去不好吗？啊，就反正是个办法，是个办法啊。反正你们看着安排吧啊。都走了，大伙儿守着吧啊，哎，也不让别人动。那是坚持了2天。2天，于老师2天跟这儿就这姿势啊。哎，我还真能坚持。那是啊，2天之后也没吃饭啊。胳膊瘦了，哗拿上来了。这嘿哈，感情我谁也没用，你这玩意儿，把人都轰出去啊！先给儿子打电话，还打呢？关上门。喂，儿子，儿子那边接，怎么这么臭啊？哎，这都闻见了。你猜我是谁呀？还猜呢？猜不出来。你那边水印太大。好，我扎马桶里了。你怎么猜不出是我呢？我问你。我不在家，晚上妈妈跟谁睡呀？王叔叔。去你的吧！